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关于德国的毒品问题、瘾君子问题。正好是2年前，2023年5月份的时候，我亲自呢去德国法兰克福。法兰克福是德国1线城市，大概是德国第5大城市吧。因为德国呢有4大城市是超过人口100万的，它们分别是柏林、汉堡、慕尼黑和科隆。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叫科隆，刚刚超过100万。然后就是法兰克福了，法兰克福大概是60多万吧，人口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呢是德国的金融中心，也是德国这个欧元的总部，对吧？另外呢又是欧洲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之一，所以法兰克福呢在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很重要。但是在法兰克福最重要的火车站，它的站前街那个地方就是德国的丧尸街。2年前我去拍过，听说现在呢要比2年前情况更严重了。因为去年2024年4月1日，德国大麻完全合法化，之前是非法的，但是其实都是开只眼闭只眼，而从去年4月1日开始完全合法。就是说在德国有专门的大麻馆，你可以去那里去买，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种。但是呢它有很明细的规定，比如说每个人呢最多能够种几株，然后呢每次你只能携带多少克大麻，它有很明细的规定，这我就不说了，因为这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啊，就是德国这大麻合法化。关注国际时事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啊，凡是所谓的西方选举制国家，他们对这个毒品没有办法控制，甚至失控了。你看美国是特别有名的，对吧？大麻就不用说了啊，在美国应该是有不少州现在已经完全合法化了，有些州还没有。在欧洲很多国家一样，也是合法化了。最先合法的当然是荷兰，它是先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荷兰？去过荷兰，特别是阿姆斯特丹，他们专门有吸大麻的馆，他们取的那个名字也特别好听，叫咖啡馆 （coffee shop）。其实呢，就是吸大麻的地方。而德国呢，现在你随便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吸了，因为是合法了嘛。所以来到德国的特别是城市啊，你会闻到有一种，如果你在国内没有吸过大麻，不知道大麻是什么东西，你来到德国之后，你会觉得空气当中弥漫着一种特别难以描述的一种味道。其实这就是大麻。我去美国，在他们城市呢，也经常闻得到这样的味道，也就是大麻。这个大麻是属于轻毒品，据说不会上瘾，但是呢，我不是专家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很多情况下，那个瘾君子啊，都是从轻毒品，然后慢慢的加码、加码、加码，最后呢就是芬太尼了。那我们今天说到德国啊，还是说到法兰克福丧尸街。我去了之后，上次我就感到触目惊心，但是跟美国费城比起来，2023年9月、10月份，我专门去了美国的费城去了丧尸街去拍了一顿，我还出了2期节目。去了之后，真的感到那个地方就是世界末日。如果你没有用眼睛看见，你根本不相信啊，人类啊，或者说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、最强大的国家美国，竟然有这样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世界末日，那些人就是丧尸一样，因为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肯定是真的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们吸毒之后，特别是芬太尼之后，他们这个动作是不可控的。比如说像那个动作，他们是可能会持续10分钟、5分钟在那个地方，就像丧尸一样，真的是这样。如果你没有见到，你真的不相信，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，为什么这个毒品问题都解决不了？不过现在回想到德国，还有世界上其他的所谓选举制国家，我觉得应该是选举制国家的一种通病。你看台湾不是也一样吗？瘾君子问题也一样啊，还有什么街友问题、无家可归者问题也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这可能是选举制国家的通病。那么德国这里呢，法兰克福完全失控了，这市政府没办法。目前啊，在法兰克福大概有5000个瘾君子是政府
公布的一个数据啊，实际的可能更多。光是这个城市啊，然后呢，光是这个卖毒品的大概有300人，卖毒品就有300，你们看，警方也是开只眼闭只眼，因为有那个需求，又解决不了，现在完全失控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市政府现在出了一个骚操作，管理这方面的人应该是管理卫生方面的人，是个绿党的一个人啊，是个女的啊，有什么骚操作呢？告诉你，你们可能不信。一个是前面呢说要租一栋现在已经废弃不用的一个房子，而且呢就是在金融区那里啊 CBD 那里，而且又是在火车站的站前街那里，就在站前街和 CBD 中间一个地方，大概是2000平米的一栋房子，每个月租金27000欧元，那一年就是30多万欧元，也就是几百万人民币，光是这个租金租下来干嘛？专门给瘾君子到那个地方去集中到那里吸毒，然后呢让他们在那里休息。其实就吸毒之后他有幻觉啊，然后把他们先关在里面，关一段时间，给他毒瘾稍微下降了一点，然后再放他们出去。听说这个房子那么好，就因为呢里面有个院子，他们吸毒之后呢可以在院子里面去散步呀，或者是躺下来啊等等。他们说是集中把这瘾君子弄到那里去，然后呢还这个市区一个清净的环境，然后呢市区那个面貌也更好一些，集中给他们是吸毒的啊，就是说像这种啊芬太尼或者是什么冰毒等等，在德国其实是非法的，但是因为政府管控不了了，失控了，即使非法，那从法兰克福市政府的角度来说，我们这样可能更好一点，相当于引导他们，让他们想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还给每个瘾君子发放所谓的套餐。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冰毒是什么，它有一个像化学一样的烧瓶一样的东西，它一个那么大概是2-3公分，一个球里面是空的，对吧？还有一个管子，大概是10几公分、20公分不到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把毒品放进去加热，然后那个人就可以吸了，通过这个管把这个毒品吸进去。我见过人家这样做，但是呢，我不参与啊，我只见过。然后像这样一套，他发这个东西，制毒的或是加热毒品的，另外呢还发放针头等等等等给这些瘾君子们，发放这套餐。你们想，这就是他们的政府啊。说到毒品，我还记得加州的一个市长甚至有这样的言论啊，在一次可能是听证会上嘛，他说我们应该是把这毒品芬太尼发给我们这个市的瘾君子们，他们想吸多少我们就发多少。其实他说这样更容易清理这些人，他是用清理这个词，完全没有人性。我相信在德国法兰克福他这个市的操作也一样，其实他就不好说出那句话。他们说把这瘾君子集中到那个地方让他们吸毒，我们呢好管控，给他们发这样的一个套餐，然后呢他们想来吸毒我们就给他们吸。你看这就是德国的操作。还有我也看到也是德国的报道啊，主要是图片报的报道，因为这个芬太尼啊从所谓的中国进口的，然后呢德国媒体这个我发现图片报对中国特别的敌视。你中国生产这个芬太尼是一种医疗产品，那你德国硬要把它弄成毒品，我有什么办法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责怪中国？美国一样啊，说中国芬太尼怎么样，那是你美国的问题啊。就像我举个例子，我是阳江某个生产刀具的一个工厂，对吧？我生产的刀具很好啊，你们大家都想买我的这个刀具，但是你买了之后，有个人持刀去街上砍人了，你能怪我生产刀具的厂商吗？不可能吧，对吧？一样，我中国生产这芬太尼是以医疗产品出口给你德国的，但你有人要走私进去制成毒品，你能怪我中国吗？但是德国这个图片报它就这样，中国致死的毒品在德国失控了的意思。
他把这个中国这个词，把它写得大大的，做成一个标题放在第一位，目的啊大大的坏，甩锅给中国。毒品呢自己德国的问题失控了，然后呢他硬加一个中国这个词上去。我发现西方人特别喜欢甩锅给中国，什么都是中国的错。真的看到这里我特别有气啊！我在德国生活的一个中国人，华人吧，很有气。但是人家媒体怎么报道，我也左右不了啊。好，我们说到法兰克福，因为这2年芬太尼在德国也好多人瘾君子大量使用，因为它便宜啊，所以在德国现在这个法兰克福也是形成了丧尸街，德国最有名的丧尸街。有多么惊人呢？我们知道火车站是一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德国法兰克福火车站一出站，主要那个出口啊，一出站大概走100米就到了丧尸街，你能想象吗？就是100米，一走出去大概1分钟你就进入丧尸街了。这2年，这个芬太尼在德国很畅销，然后呢，毒品的价格也降下来了。前面提到有300个专门贩毒的小贩儿。或是大的也有，他们主要是阿拉伯的或是北非的人，德国当然可能也有，但大部分都是黑人或者是北非的。他们在那里啊，300个，当然也有竞争，对吧？那这2年，它毒品的价格降低了，甚至呢，最少的可能是0.25克是多少克吧？对，0.25克只有5欧元，1克呢是20欧元。0.25克只有5欧元，所以呢便宜啊，一般人都吸得起，对吧？那有一些他是这样，我也是看了德国图片报的报道，可能吧，毒贩啊，他就免费把这毒品给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，干嘛？让他们上瘾啊！上瘾之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去丧尸街那里卖淫了，出卖他们的肉体。来换取毒品，甚至呢，最低的时候就是5欧元一次，因为5欧元就可以买1次毒品了。他们这些女孩走投无路的时候，5欧元卖自己的身体1次，是不是挺惨？5欧元就是人民币40块钱。当然，这样的人谁敢要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，既然他能够出卖，那肯定是有那个需求在那里，对吧？这所谓的自由市场。我觉得挺可悲的啊。从这个毒品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啊，就是很多这种西方体制的，它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，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而且呢，它并不是去解决一个问题，而是呢放任自流。为什么不去解决呢？因为没有问责制，他只在乎那个选票以及选票带来的这个好处。你别以为这制度就那么清纯啊，说来说去，他们政客就是想这个。上台之后有权了，有权就有这个，对吧？你们看看美国这总统特朗普，他是怎么赚钱的？一个是靠这个所谓的内部消息，因为他说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对吧？他通知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啊，还有他自己啊，他可以买卖股票，对吧？内幕交易嘛，但是目前看来，在美国合法了，虽然表面上是非法的，但是他这么做，现在完全合法了。他的家族、他的朋友不知道赚得盆满钵满了有多少。此类事情在德国肯定也有。另外呢，这个腐败也是合法化的，在这种西方选举制国家，那就是所谓的游说团体和游说个人了呗。什么叫游说啊？其实就是拿钱买通政客，这是合法的，在德国，或者给政党捐款、给个人捐款、笼络啊、贿赂啊，在中国是非法的，但在德国、在美国都是合法的。我相信在台湾也一样吧，是合法的吧？你看他控制不了毒品，然后呢还说的冠冕堂皇的，是为瘾君子着想，让他们少受一些痛苦，让他们有个安全的环境，能够给他们吸毒。所有这些开支都是谁出的？
纳税人啊，都是像我在德国这样交税的人。当然，在德国法兰克福市是法兰克福市纳税人他们的成本，但说来说去，最后呢还是所谓纳税人，而不是瘾君子自己，而也不是那法兰克福那政客自己，而最后买单的就是纳税人。另外呢，我还看见前面提到他们租这个房子每个月是2.7万，但是我又在图片报看到另一则新闻，也是关于法兰克福瘾君子，也是关于这件事情的。可能开始呢是想租，后来呢又想买，把那栋房子把它买下来，要多少钱呢？好几百万欧元，大概是600万左右。然后呢要把它们改建啊，把它们装修啊，又要花多少钱呢？又要花好像500万左右。然后呢咨询费又100多万，最后呢大概是1200万欧元，把这个项目，也就是给瘾君子吸毒的这个项目把它弄完，前后要1年多，就一栋楼大概2000平米左右，改建装修要花1年多时间，然后呢全部支出1200万欧元，最后买单的就是这个市的纳税人。所以朋友们啊，在德国其实呢是很多自由，但是有的自由是不是应该要限制一下，或者要从根本上把它打掉？在这方面，我是100%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，那就是禁毒。你这个国家的毒品泛滥了之后，那就像中国的清朝一样，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是什么样子？西方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，日落西山，整个西方也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方面也一样，比如说毒品啊，就是会越来越严重，绝对会泛滥。今后，因为现在放开了大麻，那今后是不是放开芬太尼，都有可能啊。以前谁知道大麻会合法化？30年前我来德国的时候，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有大麻这样的事情。后来呢，是深入德国社会了，我才慢慢知道，哦，原来有大麻这种东西啊。但是当时他们的人是偷偷摸摸的去吸的啊。原来我知道，比如说，在有的朋友他们私下呢会吸大麻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去哪里买啊？他们说去某某某地方，但是要偷偷摸摸的去了啊。这买卖当时是非法的啊。在 disco 还有卖其他毒品的，什么冰毒等等，反正我不知道这名字的区别啊。冰毒还有白粉，这我不知道。现在芬太尼又是新的一种毒品，而且毒性更大，另外呢，对这个身体的损害又更大。德国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大麻一直呢到现在冰毒，它就像这样一个抛物线一直往上的啊，像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一直往上。德国的毒品呢也一直往上，西方的也差不多，我估计。比如说这次我来巴西，他们这个毒品也很严重的，还有哥伦比亚也一样。那些 disco 没有不吸毒的，甚至呢有毒贩在里面兜售他们的毒品。最后呢，我想对一些中国家长说啊，因为有不少的家长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吧，就觉得啊，西方国家他们的教育很好啊，所以为了孩子的教育，所以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国外去。那我就想提醒你们，如果你们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国外，你能掌控他们吗？像现在西方国家，美国、德国、法国，还有什么荷兰，他们这毒品呢非常非常的泛滥，在学校绝对是有人吸毒的。那如果你送你的孩子过来，他们交的那个朋友圈，如果是与这个毒品有关，你的孩子也染上毒品之后，那你觉得你孩子在德国、在美国受到的教育一定要比国内更好吗？还是你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害了自己整个孩子的一生，然后呢害了你整个家庭呢？我在这里呢想提醒你们，一定要慎重啊！当然，你一定觉得啊，外国的教育、西方国家教育就是比我们中国好，那你就尽管把你的孩子送到美国、送到德国，这个我认为是火坑来吧啊！那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说呢，就是关于法兰克福。你看这个毒品现在被官方这样所谓的管控了啊，现在
提供他们，给他们合法吸毒了，甚至呢，给他们每个瘾君子发一套那个套餐，让他们好好的吸毒。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你们觉得是不是匪夷所思，还是德国的做法，法兰克福市政府的做法比较人性化呢？你们支持还是反对呢？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。好的，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